眼前这只抱着奶爸不撒手的小熊，就是新兴产房新鲜出炉的熊猫仔仔。小糯米团子在奶爸怀里不停咕扭，哄得对方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。这一刻，奶爸绝对是世上最幸福的人。尽管熊猫仔仔连路都还走不稳，但并不妨碍小粘人精追着奶妈跑，前脚踢正步，后脚各走各的样子。一整个走到了姨姨的辛巴里。当奶妈走到距离游客很近的前台后，小家伙有点胆怯，不敢跟上去，歪着脑袋满眼懵懂地观察两脚兽。高颅顶、小眼圈，朵朵尖的距离打车都得10块。就是说，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熊猫宝宝？直到听见奶妈提醒游客别吓到自己，仔仔才赶紧跑过来，藏在树后面，像小鸭子一样附和，对奶妈说的都对。只能说，自从听过媚猪的哞哞牛叫，熊猫宝宝不论发出什么声音都不稀奇了。其实这个小家伙的叫声特别丰富，不仅会鸭子叫，也会奶里奶气嘤嘤叫。前几天钻树丛玩时，还被吓出了狗叫，把一旁自投箩筐的淼淼仔都吓成瓜娃子了。好在奶妈及时抱起熊猫仔仔安抚他，小家伙像受了天大委屈的人类幼崽一样，委屈巴巴地缩在饲养员怀里。不得不说，小家伙是懂如何拿捏两脚兽的。虽然还不知道熊猫仔仔的父母是谁，但有一凭借他和 QQ 糖相似的外貌，加上绣球妈妈今年刚好在基地生宝宝，猜测他极有可能是绣球仔仔。这下不少网友开始担心仔仔的处境，毕竟绣球带娃简直比成大还不靠谱。只见悠悠刚站起来征服面前这块石头，绣球妈妈就直接把他扔进了水池里，随后拖着浑身湿透的小家伙走来走去，完全没留意到悠悠的脸一直贴在地上摩擦。几轮回合过后，小家伙直接变成潦草小狗，小年纪脸上就写满风霜和生无可恋。谁能想到这只把娃当抹布拖来拖去的猫妈，就是那个宝宝出生后一直抱着娃3个月吃饭睡觉都不撒手、母性很强的绣球呢？虽然很谨慎，实则少折腾一点孩子就能好一些。等到悠悠稍微长大一点后，绣球对付熊孩子的招式就更多了。只见他先摆好招式，再直接出拳，紧接着用无敌风火轮彻底将悠悠 KO。果然生孩子就是用来玩的，不知如今绣球带娃还是否爱玩呢？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果然下雪天才是滚滚们的快乐源泉。第一次见到雪的喀秋莎有多开心？刚开始小家伙胆怯地站在门口张望，不理解院子为何一夜之间变白了，也不知道飘在空中的雪花是什么东西。直到看见妈妈大摇大摆地走进外场，喀秋莎才终于鼓足勇气跟在丁丁身后。能看出小家伙的熊掌刚踩在雪地上，就喜欢上了这冰冰凉凉的触感，整只熊兴奋的都顾不得去抢妈妈的饭。看着恨不能把雪全裹自己身上的喀秋莎，丁丁满脸宠溺没见过世面的傻孩子。而要说喀秋莎究竟有多喜欢雪，小家伙就连吃饭都要找个风水宝地，边吃笋笋边欣赏这皑白雪，人里人气的模样一整个戳中姨心巴。都知道平日里喀秋莎最爱黏着妈妈，丁丁有时候连饭都没办法好好吃，烦得他只想把狗都嫌的熊孩子踹一边去。但自从莫冻下了这场及时雪，小家伙沉迷玩雪无法自拔，丁丁女士终于能清清静静的用它了。就算喀秋莎突然调皮抢走竹笋，丁丁也追得不慌不忙，然后直接从滑倒的小乌拉嘴里拿回了笋。果然姜还是老的辣，知道跑得快容易摔。平日里喀秋莎鲜少宠幸滑梯，但当上面铺了一层雪后，滑梯便彻底成了乌拉大王的心头疼。有事没事就要过去打呲溜滑，要是再来2位饲养员给他拉雪橇，乌拉大王绝对能成为熊猫界最靓的仔。饲养员看出喀秋莎非常喜欢雪，于是给小家伙堆了个简易版小雪人。本以为喀秋莎走的淑女熊社肯定不会像老爹如意那样辣手摧花，没曾想他的手段简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一个飞扑直接让小雪人掉了脑袋。果然任何小熊在雪面前都得原形毕露。虽然饲养员的心意被拍得稀碎，但看着小糯米团子抱着雪球扭啊扭的背影，还是会觉得只要熊孩子开心就好。毕竟谁能这样一只可爱的熊猫宝宝呢？或许是觉得把雪团起来更好玩，喀秋莎小心翼翼地用熊掌做了个雪球，甚至知道没被踩过的地方雪更多更干净。只可惜就在雪球出具雏形的时候，小家伙一手抖直接掉进了沟里。喀秋莎天都塌了，慌忙伸手去捞，结果非但没拿出来，自己还差点被卡住。气得小家伙一跺脚就去找饲养员撒气了。毕竟要怪只能怪大鹅把他照顾得太好，明明出生叫完体重却遥遥领先。而如此软萌的小可爱，你爱了吗？熊猫究竟什么时候偷偷掌握了人类语言？当奶妈引导萌儿去滑梯上找笋笋时，听懂的小家伙毫不犹豫地转身，走到一半还回头看看奶妈是这里吗？听到游客想看人叫板掰竹子，跟这根挑个粗的竹子一个呗。萌儿扭头仔细挑了根比较好掰的，下一秒直接满足粉丝姨姨的愿望，主打有求必应，不能让游客白来。当飞云一屁股坐在竹子上面后，奶妈担心个屁股就让他往后面扒了，小家伙就真的起来把竹子弄开了，还听奶妈的话往前坐了坐。果然大熊猫真的能听懂人类语言。这天熊猫汪家盯上了仔仔手里的竹笋，即便小家伙警惕地护在怀里，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还是被抢走了。看到仔仔有些 emo， 游客不由得吐槽：他好坏呀！
没曾想听懂的汪家直接愣在原地，手里的笋笋瞬间不香了，委屈巴巴的感觉整只熊都要哭出来了。别看金虎呆头呆脑，就以为他只会被萌妹暴揍，但其实这小子的脑袋特别好使，奶妈每句话他真的都能听懂。当奶妈问金虎有没有变胖时，这小子直接以沉默逃避；但当奶妈询问他长得帅不帅时，金虎秒回应：我金城虎绝不是浪得虚名。金虎你胖不胖？我也挺胖。金虎你帅不帅？有次花花正在美滋滋吃竹子，突然听到一旁游客吐槽他是个吃货，吃到脖子都看不见了。还在吃，脖子那么扁。听到这句话的花花瞬间觉得手里的竹子都不像了，于是使劲伸长脖子示意游客看好了，熊家是有天鹅颈的。听到游客要给自己拍照时，大熊猫会乖乖抱着花满足对方愿望。是好的噻，别动别动，我给你拍个美噻。哎，就是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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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看镜头。啊，好了好了，太近了。不是说好了建国之后不许成精，怎么国宝们一个赛一个的聪明？当正在炫饭的门听到有人内涵自己像猪，小家伙瞬间心态崩了。我前面来就是问我，你鼻子短像猪一样。有人。只能说不要轻易在国宝面前说坏话，因为小家伙们真的能听懂。当技校宝宝听到美奶妈吐槽自己，忍不了一点的他直接被气出猪叫。哎，圆圆是不是有点会哦？对。圆圆有点会，但是没会那么凶。你咋子你？没碰你哈。能卖萌，能听懂人话，还能替国家正航母，如此软萌可爱的国宝大熊猫，谁看了能不喜欢？家族的熊简直是要成精的节奏，三个女人一台戏在这里具象化了。起因是这天辉宝抢了妈妈的早餐，艾女士看到后毫不客气的给了他一套组合拳，就差直接把食物从熊孩子嘴里抠出来。光君啥也没吃到，又挨了一顿胖揍，心情正郁闷着，扭头又看见妈妈和姐姐玩得不亦乐乎，这下光君大王彻底哄不好了。随后辉宝果断拒绝和妈妈一起出外场，一只熊孤零零趴在大宝座上面，像极了当初被爱宝胖揍后委屈伤心的福宝。不得不说，血脉传承真是种神奇的力量。而辉宝直到晚上下班后还在生闷气，拒绝和妈妈一起回内社，毕竟堂堂光君大王可不是那么好哄的。也不知爱宝最后是亮出铁血手段，还是给光君喂奶的怀柔措施。总之第二天母女两熊又开始相亲相爱了。辉宝更是恨不能直接挂在妈妈身上。本以为宝家族大型连续剧之回家的诱惑圆满收工，没曾想一向乖顺的瑞宝却拍起了续集。原来爱宝带光君回家时，瑞宝还在呼呼大睡，艾女士没喊醒他就带着妹妹先回去。瑞宝一觉醒来，发现场地内只剩下自己，小家伙顿时感觉天都塌了，我生气了。虽然光君大王的倔脾气大家都有目共睹，但事实证明老实熊倔起来更要命。就算将送两位爷爷轮番拿着食物给他，闹脾气的瑞宝依旧主打理你们下午吃饱，愣是从早上一直带到晚上天黑，给跑来跑去找道具的老宋都快累吐了，内心 OS 毁灭吧这一天天的。别看那场鸡飞狗跳，外场却是温馨无比。艾女士为了哄辉宝，把他昨天没吃的奶补上，光君大王也毫不客气，5个纽扣全吃了，一个都没给姐姐留。不过要是爱宝得知瑞宝也哄不好了，估计会再次崩溃，赶紧把俩熊孩子送回国。不得不说，爱宝乐园是真热闹，三个女人凑一块，永远有看不完的戏。以前都是辉宝好奇妈妈的屎尿屁，现在又轮到了瑞宝。网友辣评一想到一会两个爷爷和婴儿抱着瑞宝一顿亲，我就想笑。而且辉宝真的很在意自己的小短腿，也知道自己的腿长是怎么来的。每次爬树爬到一半不小心掉下来，他都会跑到爱宝面前撒泼打滚哭闹不止。烦的艾女士看到他摔跤就赶紧跑路，生怕到最后得贡献自己的纽扣才能哄好他。而如此有趣的宝家族，你爱了吗？